杨紫的这个解决方法，如果最终都没有播报，并没有达到预期，那么对杨紫的资源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不会的，毕竟杨紫之前出了那么多的爆剧，别忘了《国德芳华》第一部大爆了，包括《长相思》1、2部都是爆剧，包括《亲爱的热爱的》，包括《余生》，包括之前的这个《沉香》什么的，太多爆剧了。这一部戏播不好，不可能会产生影响的，因为一个戏播不好，不光有演员的因素，有很多方面的因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刘诗诗呢，对吧？那诗诗几部戏播的也不好，刚播的那个跟窦骁的掌心，以及刚播的那个《怀尔都亭》都没有达到预期。你看诗诗的资源受影响了吗？你包括周玲，所有人都知道周玲目前是最当红的女明星。前段时间播的那个《在人间》这个戏播的也并非是很理想的。你看周玲的资源受影响了吗？你包括唐嫣除了《繁花》播的还可以，那个是个大爆剧。后来的这个跟刘学一的《念无双》播的也不行，也并没有对这个资源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什么会产生一定影响？你至少的2到3部，3部以上。这个的确，如果说一个明星一个演员连着2部3部都播的数据不行的话，那对资源一定是产生一定的影响的。你就没办法，因为资本市场还是要看数据的，看你这个演员有没有号召力。所以光凭一部作品就断定一个演员播不好，对他以后的资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会的啊！而且这次我不止一次的说过，《解决方法》播不好，这个实属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到目前为止，这是第10天了吧，一直还是没有上来，所以芒果台急了呀。这2天不是把杨紫跟李现叫过来开始做宣发了吗？我相信后边的数据还有机会往上再上一个台阶，还是有热播或者小爆的机会。因为这个戏我说过真的是太好看了，关键芒果人我觉得吃相，我上个视频我就说过了，太难看了。你上线10天了，现在才更新第13集，合着1天更新1集，中间还有1天给停更了，就是完全把这部戏当成一个敛财的工具。其实已经一部剧分为上下2部了，已经挣了2部的钱了。在宣发上，从这个播放上是不是得大大方方的？你本来芒果的底盘就低，你这样的一个数据确实会对主演啊，虽然说一部戏播不好，但是也会遭一些黑粉的口实，说杨紫怎么没有号召力啦，怎么不行了。我刚才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好吧？那这个视频还是呼吁大家看一下《国德方法》，往后来看越来越精彩，尤其是有一场戏，然后前段时间又上黑热搜了，就说那个杨紫用刀直接扎了这个蒋朝阳，说哎呀我这个剧情太水了，这个编剧真的是太不符合逻辑了。《国德方法》第1部里边他俩经历过那么多的事件，2个人那么信任，最后因为这一点点事情却向他扎了刀子。我想说的是，一个好的剧本就是要大开大合，这就是制造矛盾。你看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矛盾？因为那个吴伯，那个时候杨才不知道吴伯为什么要下毒毒死他的母亲，那个时候他就认定吴伯就是杀害他母亲的凶手，而蒋朝阳一味的还要去袒护他，说逝者已矣，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换成谁？比如换成你的杀母仇人就在你面前，你还无法手刃仇人，谁这个时候都会极其的悲愤的。所以从这个剧情逻辑上来讲，我觉得更好。而且再往后走，2个人就开始慢慢的了解他故事的真相之后，吴伯跟他母亲之间的真相之后，2人的关系在慢慢的开始缓和，就是感情线越是这样大开大合，越是推进了蒋朝阳与何伟芳2个人之间的情感脉络。所谓拨开云日见彩虹，就是这样子的。而且从此之后的何伟芳，他现在已经是华上之首了。那接下来就像我们常说的，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现在他已经不是以往的何伟芳了，现在更多的是考虑心系国家，心系百姓了。所以接下来不是成了武庸堂了吗？也是弥补了当年母亲的一个遗憾。这个戏我为什么觉得好？因为这个戏如果放在当下社会，这个戏有可能播不了。他父亲当年为什么没有把治疗这个疫病的良方送给穷人，反而高价转卖给了这个达官贵族？没办法当时的商人你怎么可能斗得过官嘛？其实这有一些很多有些话我不方便讲，大家有可能会懂，所以才酿成了当年那样的一个悲剧。所以那么站在何伟芳的角度来讲，我现在有这个能力和责任了，更多的是要帮助天下的穷苦人士。这就是从另外一个维度上讲述了这个何伟芳的心善，但是他这一路走来，他经历的点点滴滴、坎坎坷坷，以及与蒋朝阳之间的情感脉络，就是这个戏最大的魅力。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个戏还是有机会的还有芒果台就是别太抠搜的，这1天更新1集，以后别再停更了，对吧？希望这个视频他们也可以能看得到。我更希望《解决方法》这个戏最终能够达到我的预期，至少是大热播或者小爆吧。还没有去看《解决方法》的朋友们，王导给你们推荐的没错，相信这部戏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这个《解决方法》里边这个李现的这个造型，大家看一下。昨天晚上看的时候，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俩一直在吐槽，这个妆造确实像太监，李现这个造型确实不好看，但是却符合这个历史的考究。因为这个花鸟使从唐玄宗开始设立了花鸟使，大部分都是宦官，其实都是太监。花鸟使是干嘛的？是专门是给皇帝选全国各地网罗各种各样的美女的，怕他监守自盗嘛。所以说一般的这花鸟使都是宦官，但是也有例外，历史上有记载有例外，那大部分都是这个宦官。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解决方法》里边，
现很明显他不是这个太监，不是甄嬛官，但是呢，他的造型你得跟其他的官员得区分开啊，所以说就弄了一个类似太监的这个造型啊。属实这个造型确实不好看，但是我要给剧组还是要点个赞的，因为他们对历史这个服装造型这块还是下了大功夫的。所以说锦衣芳华他的服装造型这一块入驻了这个小学课本啊，这块还是需要严谨一点，只是我觉得有点难看。然后再顺便说一下李现的演技到底怎么样吧。紫薇的演技，杨紫我上场我已经说过了，尤其是放弃书那一段，我昨天我看哭了。李现的演技，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其实一般，你是多好谈不上，你说烂他也谈不上，完成度是很高的。说实话，他比不上魏征明在里边演的刘畅这个角色，因为刘畅那个角色发挥的空间很大，大开大合，从一开始的孤傲到自怨自艾，再到后来现在整个黑化之后，整个人性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所以我觉得那个魏征明里边的确不错，但是魏征明的咖位呢又没有李现高，他是男二嘛。那李现在里边，我挑一段戏吧，就是说哪一段两段吧，哪一段演的，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为什么说他演的一般呢？你比如说放弃书那一段，虽然那段我是看感动了，我感动是靠杨紫她的非常恰到好处、举重若轻的这种表演，我是被触动到了。但是李现那一块，就是说问他说你还会回来吗？我觉得这句话有点太严肃，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给外部的形象啊，包括给何卫芳的形象，都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这样一个人。其实这句话你心里边当然是有负担的，你可以说的就像杨紫要举重若轻一点，你可以面带微笑的，真的，因为两个人都是要自尊心的，都不敢互相倾诉，但是一定要像这样表演，一定要有细节。当你说完这句话之后，当杨紫说再也不回来的话，你再有个微表情的变化，甚至手段还不表露你的心声，然后转过身来，突然有一个微表情的一个变化，这块有反差，这样表演才更加的立体。哪怕你就像何文芳一样，就是你烧烤肉的时候靠你的微动作啊，比如说夹那个物品，夹了2次没夹住，虽然表面上是波澜不惊的，但是他内心是有波澜的，这也是高级的表演，就是你一定给自己有这种非常细节的这种表演，我觉得是缺乏的。但是完成度是可以，你说不好也谈不上，可以更好。还有一段就是昨天我看宁王派这个刘畅去搜他们家的那个密室的时候啊，一开始啊，因为他不知道里边会不会布置的怎么样，真的揭穿他的秘密，心系多少人的性命，所以他是紧张感是有了，弹琴都是弹错音。但是当他带着皇帝以及宁王入到地库以后，看起来完全已经换了面貌了，变成了一个人生就是这样，对吧？饮食男女食色性也，变成了好家伙里边各种各样的春宫图都出来了。那这个时候他可以完全把心可以放下来了啊，因为刘畅已经搜集了很多证据，都没有搜到任何的线索。这块我觉得从表演来讲，因为探寻到你的秘密，而且这种隐私是说实话还是挺丢脸的，我觉得可以再愤怒一点，真的，你越愤怒就是越坐实了这件事情的它的真实性。他整个的表演我觉得还是太理所当然了，就是好像探究了你的秘密之后，那么丢脸的一件事情，在皇帝面前，在宁王面前都知道他是玩世不恭的人，但是这样一个什么春宫图都出来了啊，你越是有这种大的这种反差，我觉得越是好。甚至你发完脾气之后，甚至再给皇上再去求情，有一个表演上的一个落差，一方面是愤怒是针对宁王针对刘畅的，那么一方面对皇帝又是可怜兮兮的，这样表演的这个他的尺度就会更加的立体，会更加的饱满。但是他目前整个的这个表演就像我刚才说的，跟杨紫表白放弃书那一段就是很平，就没有一个起伏。但不管怎么样啊，整个的完成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从表演如果再换成顶级的演员，我觉得处理这场戏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细腻，会更加的立体。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国的芳华真的，我为什么每天都在看这部戏？因为这部戏每集都会有精彩。就像昨天在外邦的请求下，其实是为难大唐的皇帝的，经历了8天的培育，在雪中孕育出了非常华丽的牡丹。所以我就像我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那么第2季何卫芳这个角色更多的是心系百姓，格局已然是不一样了，非常非常好看啊！还没有去看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去关注一下《锦绣芳华》，真心非常非常好看。那么针对于李现的演技，你们怎么看？当然了，演技是可以来探讨的，看王导说的专不专业啊，我们一起可以来探讨。当然，你也可以来批判我，没关系的。先跟大家说一个关于杨紫的好消息吧，恭喜杨紫姊妹凭借着何卫芳这个角色夺得了腾讯娱乐上半年古装角色排行榜冠军，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因为这个角色，相信看过《国的芳华》第1部的人都知道何卫芳这个角色是深入人心的。但是当然也有不开心的事情，那就是目前《锦绣芳华》第2部到目前为止，虽然数据上有所回升，现在均计播放也有1100多万，市场率也10点多了，算是一个小平波，但是并没有达到我之前包括看过《国的芳华》第1季他们对这部戏的期待值。因为我觉得这部戏应该会至少得热播，但是还是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因为这个戏真心的好看，我每天1集不落的看。那为什么数据还是播的不行？那首先第一点，如果不是在芒果播的话，我相信这个戏可能早都已经爆了。就芒果这次，我觉得说实话，实相有点太难看了，就感觉没见过爆剧似的。第1部爆了，那第2部就把这一部当成敛财的工具。大家都知道，你现在每天更新1集，速度又慢，你本来你的芒果的底盘就低，然后刚开始的时候1集限免，是广告多了，挣钱了嘛？10次广告大家都知道，突破了第1季，是你把钱给赚去了。那这部戏，那目前的数据却并不是很理想，而且也没有什么宣传呀。我估计我要没猜错，到现在为止，是不是很多人还不知道《锦绣芳华》是国色芳华
芳华》的第2部，是不是？因为根本就没有宣传，就不知道。而且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解决方法》跟《国德法》这是2部一起连拍的。当时为什么要分成2部？因为现在广电总局规定啊，每部电视剧不能超过40集，因为量多了嘛，你只能分为上下2部。是2部很好啊，给出品方等于2次赚钱的机会嘛。但是很明显，从这个播放上来讲啊，还有从这个营销上来讲，都没有给到一个实实在在的力推。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相信这个戏一定会后来居上的啊，好吧？因为真心好看。因为第1集是主要讲述了何为芳如何一步步的成长，成为一个独立女性，摆脱了牢笼，走上了这个从商之道，成立了黄满柱。那么第2集主要是到目前为止播到第7集为止，不是成立了吴庸堂嘛？所谓的侠之大者开始为国为民了，又开始走独立女性的路线。那么截止到第7集为止，主要是情感线和权谋线为主。情感线这方面我必须得说一下，这里边的情感线非常非常的虐恋，每一场你会觉得就是非常揪心。比如说魏征明演的刘畅这个角色，虽然说第2季黑化了，但是这个人跟县主之间的感情简直就是虐恋，县主好像变成了一个恋爱脑一样，任凭他怎么责骂，但是心里边只有魏征明。但是魏征明虽然跟他已经结婚了，但是魏征明刘畅的心里边只有何为芳。何为芳现在又爱上了花鸟使，花鸟使又爱他，俩人假结婚，但是又碍于情面，2个人互相拉扯，互相都没有表白，再加上从中有人作梗，所以这个戏你会看得非常非常有意思。尤其是舞娘的那个弟弟六郎，这哥们就是一白眼狼。六郎这个角色，好家伙，又爱上了何为芳，你看这是几角恋了。所以他整个的情感拉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再加上皇帝之间跟花鸟使跟宁王之间的权谋之争，就是充满了悬疑性，每一集都会有新的线索、新的故事，非常非常的好。这集我主要给你讲述一下，很多人说杨紫凭什么能靠着何为芳这角色能拿到这个古装角色的第1名？我直接给你讲一段戏吧。这段戏我看完之后，我感动哭了。这一段就是花鸟使张朝阳写那个放切书这一块，哟，这块杨紫演的真好。很多说嘛，他到底好在哪儿？那我用专业角度给你来讲，到底好在哪儿啊？你看演这段戏的时候，并没有说你换成一般的演员可能会就是会哭，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你暗自流泪也好，或者是嚎啕大哭也好，都没有。杨紫整个这段的演绎举重若轻，内心虽然是悲痛的，但是他现在因为不光是他一个人，他有很多人很多个家庭，因为他是老板，他现在已经走上了独立女性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强大，所以他就强含着泪水，并没有哭出来。所以说打动观众的时候，并不需要演员一定要把泪花流出来，有时候含蓄的这个隐藏式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我觉得是最高级的。但是他虽然眼含着泪花，但是你从他的微表情、微动作上，你能感出他内心的波澜。你比如说，哎呦，他烧烤的时候，很明显他内心是波动的，夹那个糊饼，哎呦，夹了2次，哎，还滑落了，手又略微的有些颤抖，但是面部表情却镇定自若。所以当蒋朝阳说到，他说以后还回来吗？他说以后再也不回来了。这句我真的是有点扛不住了，那段我看哭了，因为前段时间蒋朝阳跟何为芳这个角色拉拉扯扯多少次，两人明明互相心里边都是爱对方的，但是碍于身份，碍于当时的情境都没有互相表达，所以这块真的是非常非常揪心的。杨紫的演绎这块我觉得恰到好处，真的很棒。这部戏我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如果还没有去看那个《解忧芳华》的，真的非常非常好看，我每天基本上都在看，每集都不落，而且所有的演员的演技都是不错的，情感线又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权谋线每一集都有一个新事件推出，权谋线这点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这部戏，真心不错。而且至于说它以后能不能播报，我还是始终是坚信的，我觉得这个戏应该还是有机会的，相信王导的判断，因为好戏是经得住市场的考验的。